美国研发成功的机器狗，却被中国军队率先批量列装，这凸显了中美两军的差距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建少。在过去的节目中，我们就重点介绍过中国军队在演习中所推出的有人、无人编组协同作战的概念。这里面呢，就包括了有机器狗、无人地面车辆、蛇形机器人等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无人化的作战装备，再加上中国拥有优势的无人机，这些不同类型的机器人正在融入解放军的有人作战体系之中。这是当前解放军最大化使用无人作战装备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，也是未来过渡到全面无人化作战的重要一步。在这些无人作战装备中，机器狗又被认为是适应性比较强，甚至在未来最有可能替代人类的地面作战平台。说起机器狗，就不得不谈到美国波士顿动力公司2005年研发成功的动力平衡四足机器人。这种四足机器人也被称为波士顿机器狗。当时美国国防发展研究项目局出资，希望该公司能够研制一种可以负重的机械驴子，能够和士兵一起在粗大的地形上作战。最初的目标是更好地完成阿富汗战场上的3D 后勤补给等任务。美军的这款机器狗可以在负重180公斤的情况下行走5公里，并跟随士兵在崎岖的地带作战。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是一款运输平台。当然，美军也有让机器狗携带武器作战的实验项目，但是呢，并没有出现批量列装机器狗的情况。主要原因就是认为这种作战平台并没有那么实用。但是让美国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又是美国发明的黑科技，最后在中国这边被白菜化了，而且呢，已经可以批量进入解放军一线作战部队。据央视网近日的报道，西部战区某旅所列装的2只机器狗在训练场完成了打靶任务。视频中，随着控制员操作，这2只机器狗起立并进入临战状态，随后快速瞄准了敌方目标，用2轮急促的短点射，成功的将假想敌靶标击落。要注意，这不是科研单位在试验作战机器狗，而是陆军的基层部队在进行实弹射击训练。这可能意味着解放军已经开始小批量的列装作战机器狗了，以便为大规模的作战使用积累经验。此前，某防务公司曾经公开过4足军用机器狗的测试画面。这只机器狗可以用大型8座无人机投送至战场，并在一些高度威胁的环境与解放军的战士协同作战，承担侦察、火力压制等高风险的任务。中国军队所使用的机器狗目前都配备有97式轻机枪，这是目前在火力与重量之间取舍比较合理的一个选择。现在的问题是，为什么中国军队更有可能大规模的使用机器狗呢？首先，这种机械平台是否实用，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其造价。虽然机器狗最早是由美国公司发明的，但是当前在全球范围内能够把它们搞成白菜化生产的国家只有中国。这种作战平台在战场上就是个消耗品，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乌克兰战场上消费级无人机的一个地面定位。如果美国人无法解决机器狗的造价过高的问题，那么它就失去了大量使用的可能性。其次，机器狗的定位呢也非常重要，用于运输、侦察还是火力支援，其技术难度是不一样的。就目前的情况来说，机器狗用于侦察是最简单的一种方式，执行火力支援任务也不算难，去打击目标的精确度和反应速度应该是比人还要快的。但是要想实现运输能力的提升就非常困难了，这里面涉及到机器狗必须拥有更大的载荷、更远的运输距离以及相对便宜的造价。最后，我军有大量使用无人化作战装备的迫切性，主要就是为了对台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。
面对可能出现的残酷巷战，机器狗的大量使用可以避免步兵出现更多的伤亡。如果在未来一段时间内，在基层部队普及只具备侦察和火力压制能力的机器狗，可以说已经是非常实用的选择了。总体而言，中美在如何使用机器狗的问题上，既有造价的问题，也有定位的问题。最关键的还是中国有更加迫切的需要。台湾岛上的台独分子一定要清楚，以武拒统，试图依靠所谓的非对称作战和城市巷战来抗拒统一。那么，当他们面对解放军的机器狗大军时，那将会是一种非常绝望的场面。